好，今天是12月23号第六章的第3次上课，也就是最后一次上课，期末考资讯还有检讨考卷资讯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讲6.4节叫做 complementary fact C fact 这个字不要跟这个虽然跟之前的所谓的前面讲的 CMOS 是 inverter 是很像，但是它是把结构是不一样，特色还是 inverter， 但是结构是不一样，我慢慢再讲那这个是可能是奈米薄片的最后一块技术叫做吸废的complementary fat 那未来可以想象就是说把那个堆叠的只要把 N 跟 P 堆叠的N 跟 P 变成 CMOS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比较清楚啦那我教学特色就是图是优先的图是优先的其实这是全世界的趋势了图是优先的除了数学以外数学我现在又要开玩笑那个亲人好友终究会离你而去，数学你不会就是不会，对不对那数学比较少图了顶多是几何那边有图。那 OK， 其他科目都可以用这个尽量用图形来教了好，我们看一下FinFET 的话就是 NP 分开做嘛，对不对 ？N 跟 P 跟 P 两个是独立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前面那一章讲就是说 FinFET 主要极限的话，因为它要越来越萎缩，还有金属绕线的问题，那个 fin 会变成又高又细，然后它就会倒掉，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导干脆它反正要导干，我们让它水平的好了啦，直接做水平，导夸张90度，直接把它转过来90度算了所以这叫 narrow sheet narrow sheet。那中间还有个过渡叫 fork sheet， 叫做fork 这个字是刀叉子的意思啦，叫叉状叉片叉形薄片fork sheet。那这个应该是没有要用，因为后来我们发明了CFET fork sheet 就是左边是 P 右边是 N， 它还是占比较大的 cell size， 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 CFET 就是说干脆啦，下面 N 上面 P 我们把它叠起来，那这样是不是最省面积？大家可以从左边看到右边这个你看面积很小，错，你要2颗啦，这边要2颗，这个都要2颗 ，N 费 P 费 N 费 P 费都要2颗，那这是一颗，一个 cell 就2个那个一个 cell 就是一个 inverter， 那这个也是一个 cell 是 inverter， 所以叫 C 费 ，OK， 那 C 费的话那你这个N 跟 P 你要怎么摆 ？N 跟 P 它就有原因的最终关键就是说I on 的 N 要等于 I on P，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 C 费就像2个公寓叠在一起嘛，就2层楼公寓嘛，这样比较好想。那以这个例子的话它1楼是 PMOS 那个抹壁的高放在1楼，你说 PMOS 怎么会抹壁的高？不一定也许可以做成抹壁也比较高，反正就是抹壁的高要放1楼就对了啦，记住了因为因为你这边电收卷流过来，它是这个要在 P 费要这边再流上去，你要走比较多的什么电阻的路径，所以它的电流会下降，为了下降，我们要用什么把它补回来？用它的 high mobility 把它补回来一个补偿的概念的好，2楼是 N 费所以 N 费是 mobility mobility那因为它2楼的电流走上去路径是不是比较短，走的那个寄生的电阻的都比较少那我们可以相对放比较小的 mobility， 所以这两个方的方式如此可以使 I on B 的 I on B。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N 费跟 P 费你这个海鸥图要完美对称吗？Intel 那个 N14我们看好几遍了吗？至少上课看10遍以上啊，对不对？那个海鸥要完全对称，要完全对称，咔咔咔要完全对称所以说做成吸费
就会比较好。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奈米技术奈米片GFA 的最终的这个结果，目前是这样，目前大家普遍有认同啦，哪天又出什么鬼东西出来不知道像大概2015，大家认为 Nanosheet 可能就是终点，就过了5年，我们说这个才是终点啊，妈妈咪呀，对不对所以说这很难讲这真的很难讲这个半导体领域很多那个 RD 都是每个公司 RD 都是上千人的，几千人的几千人在那边砸，想到公司连店都几千人这大家都是在拼了命的，就是要继续延续摩尔定律那延续摩尔定律就是延续公司的那个获利嘛，是不是好，所以 NB separation 越小的话你 area size 就可以下降你可以看 C 费就很明显了，它的 area size 是不是减少很多，好。那矽肺有两种用它的制程方面有两种请注意有两种的 architecture 有两种的architecture 要怎么翻架构啦有两种架构注意旧版讲义打错以这版为新待会我会寄给你们约莫是1到2个小时后那个助教要转档以这个版本为新，以今天这个版本为主考试以今天这个版本为主。好，那其实后来 Intel 2017年 iMac 这是 iMac 提出来的啦 ，iMac 我这边没打 iMac 在这边 iMac， 什么是 iMac？ 这里是 Google好 ，iMac 在2017年提出来这个矽肺的概念 ，Intel 就 catch 到了，他觉得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是很重要的技术他们就疯狂去研发了大家也不要小看 Intel 啦，大家上一节课不跟大家讲，现在12代的那个 CPU 是 No.1吊打所有的竞品那他们也在研究下一代的 N1 要怎么样了他们可能有前头部都在研究 N1 要怎么样。他们提出他们的2019先提出一种叫 sequential 的矽肺，那2020提出叫 monolithic 矽肺。好，那我们开始解释什么叫 sequential 矽肺，那什么叫 monolithic 的矽肺那之前打错了打太快打错那 sequential 矽肺是这个比较早，他们2019的啦。那不是说 sequential 这个没有好坏这两个可能都可行最终因为你要到1奈米要10年后嘛，对不对那到底要选哪一个？谁知道10年后的发展 ？Nobody knows 因为材料的进步制程进步封装的进步安定的进步不知道 ，Nobody knows。但是说这两个都是强力候选人，好不好那 C 费它是说是由不同的晶片粘起来下面还有图更清楚所以是如果是sequential序列式，你要2个晶片 N 跟 P N 是晶片1号晶片 A 晶片A 晶片NMOS 是 B 晶片another wafer， 然后这样粘起来N 跟 P 中间利用那个 bonding 的技术这个3维封装现在也很厉害，把它粘起来这个这叫 sequential， 所以2个separate wafer， 2个晶片不一样的晶片把它粘起来 bonding together。接下来讲 monolithic， 相对 monolithic 的话它是坐在fabricate on the same one wafer， 它在一个晶片上所以就可以做出来矽肺了，叫单片式的好，那我刚刚早上讲上一节课有讲是什么？Deco 如果发错了 ，Deco 然后查不到是叫 Deco 了 ，Deco 那
在办这个现在这个到了5奈米以下哈，你不能就说啊用以前的简单就是0.7微缩就这样，那越来越复杂，因为还有牵扯到那种多层堆叠啊、绕线的问题啊、散热的问题啊，还有跟 IC 特殊 IC 的设计的问题啊、design 的问题啊，所以在半导体开发初期，我们假设例如这个啦，这一定要这样做的啊，如 C 费，因为这是完全一个新的架构嘛。对不对？哦，它虽然它的主体是 GAF nanosheet FET，对不对？但是它架构完全不一样，架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可以用什么制程的那个制程技术更专业的设计同步化同步化进行同步化进行最佳化或最优化，叫做 Design Technology Co-optimization 叫 DICO 叫 DICO。人念起来 DICO，DICO，Design Technology Co-optimization， 现在已经到这里了，所以说，为什么一些NVIDIA 啊，什么Intel， 不 Intel，Intel 也来贵了哈，还有是 Apple 啊、高通啊，都要跟台积电密切合作，因为这个 DICO 这个 DICO 以现在的技术，现在在制程上，你都要走到 DICO 这一块，就是设计跟元件制造跟那个元件设计跟元件的这些制造要强力的整合在一起要强力的整合在一起不能说你在那边再设计好，我在这边下线了现在不太行了，除非是比较成熟的技术还可以，但是如果比较先进的技术都要走 DICO 了，DICO 了所以好像天下之合久必分久必合我们说台积电就纯代工，可是走到现在3奈米、2奈米、对，它变成要跟设计公司要密切的合作密切合作叫 DICO。那跟大家讲，这边有个好处了，你不要以为学制程就是台积电做苦工啦，你进去做 R&D 的话，其实你如果有电子电机的底子的话，你很容易转去这个部门转去跟 Design House 合作做这个 DICO 的部门。那你根本不用碰wafer，根本不用进去无尘室，根本不需要进去无尘室，而且这个是非常不可或缺的重要职位我只能点到为止了有兴趣的话半导体不是你想就是在那边做苦工，不要看那个网络上面乱讲啦。你看教到这边的，你想想看，你那这能做吗？你随便一个阿狗阿猫男能做吗？我问你你自己想看看，到 DICO 这边的。都要跟 designer， 就是要跟联发科、台积电大家强力合作啦。所以为什么蔡明介要把那个联发科之前被张忠谋请走的那个蔡立行回来？因为你看，就是这个 DICO 就是 co-design and technological optimization， 这样懂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以后那个制程都自动化操作了不要以为台积电是卖干当然是做这个设计也很辛苦，但是绝对不是你们想做那个什么化学实验室那些出工活，像我那个期中考的什么光阻coding 曝光我跟你讲那个都自动化了啦，那个跟那个洗衣机一样One Touch 就好了，还是机器人帮你One Touch的，对不对？你都不用去One Touch，你只要在远端 monitor 去One Touch 就好了。那就有机器手背或是内部的那个远端程式去帮你One Touch。现在非常非常高级自动化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有错误的想法，以为是台积电就是很 low 这样子卖干做到很累的那你都是被那些在做那些的人骗去了，真正厉害不会做那种东西啦，真正高手会做这个 DICO 这部分啦，好不好？或做产品，其实做产品就是在做 DICO 啦，坦白说就是这样子好，再来讲序列式的序列式的话，好处就是不同晶片做嘛那我们再连起来，那所以它的选择性就比较大选择性比较大。比如我们举这个例子这个制程细节我就不讲了考试的话，我会给你图，你跟我说这个 DICO 有什么像这个图是 sequential 还是 monolithic 的你跟我解释。然后它有什么特色？然后它有什么特色？那
那元件放1楼跟元件放2楼的考量是什么？好不好？好不好？那讲重点，那重点就放在中文里面啦。啊，这个很辛苦啦，我后面这个月好辛苦啊，真的哈，因为你们再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全部只能参考我的讲义了。你们去网站看paper，你们看不懂啦，我跟你讲啦，你们不要看不懂，老师做20年半导体不是白混的啦，你们看不懂啦，看得懂随便你们啦，好不好？好，所以它那个 N 跟 P 跟 N 哈是可以任意放的，然后再结合起来，粘起来哦，粘起来。所以材料跟结构都可以任选啊。那一样原理一定要抓住这个原理。海鸥图从海鸥图 ion两个 ion 要一样 ，N 的ion N 要等于 ion P， 从这边去思考，那你就可以知道哦，高迁移率的要放什么？1楼，高迁移率放1楼哦，因为它经过电阻大；低迁移率呢就放2楼，因为电阻小，这样才能电流才能平衡，才能使得这2个电流完美的对称，完美的对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sequential 的哈，你一看到这是连起来的 bonding oxide， 我们看见看到这个字就知道 bonding 就是粘的意思嘛，粘合嘛 ，bonding 就是粘合嘛哈。那化学键讲键结，但是这边不是键结，这是讲粘合了哈，粘合 bonding 那个 bonding oxide。那你看上面是什么？是 GAA 的 9-mannan 的 GAA 费有没有？这个是不是9-mannan GAA 费？上面是9-mannan GAA 费。9-mannan GAA 费，那下面呢？下面是 silicon 冰费，silicon 冰费。我们知道9-mannan什么？mobility mobility 比较mobility 低的放2楼放2楼不管这个没有绝对啦。我跟你讲，这没有绝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圈起来，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你要什么你要上面冰费，下面 GAA， 上面然后2个都，反正你有4种选择嘛。GAA 分费2×2 4种选择，随便你，还加材料 silicon 跟9-mannan 或9-mannan 加 silicon 9-mannan， 材料有3种上下有4种所以乘起来有12种排列组合，对不对？12种，光这样，所以为什么比较有弹性？光这个就有12种排列组合。你想得到现在成熟的制程就有12种元件的排列组合可以做成这个 sequential C 费，所以这个是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比如说我上面这一片全部做9-mannan GAA 费，那下面这一片用传统的silicon fin 费，那我们把它粘起来，想办法把它粘起来。那粘起来这个3D 封装这个技术wafer to wafer 的 binding 也是不容易的，不过现在好像很成熟了啦好像很成熟了那个 package 我不熟，我就不教了因为这门课也没有传统的这门半导体工程或微电工程，也没有牵扯到 package 的东西了那 package 是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热门非常非常热门非常非常热门应该说可能说元件的前段，这个台积电这个前段，我们讲这些前段加金属化制程，可能是占50% 的重要性。那后面的一直整合封装packaging 可能也占50%的部分。所以说台积电自己也下来做封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叫什么？一看在不同结构，然后中间有binding oxide，这个是什么 ？sequential 的。sequential 的 ，OK， 这是 sequential 的，好，这怎么会比例？这边我多打字，这个字拿掉此例子还少一个字不是比例此例子此例子，哎呀，中打鼓手。此例子为此例子为那个此例子就是上面是 n， 1n 1楼啦1啦1n 2p 啦我是这样记比较好记啦1n 就是 n 1就是1楼1是 n silicon fin 费2楼是 p 就9-mannan 的GAA 费9-mannan GAA 费
好，1N2P 哈，好，比较好记的，这是我自己的记法啦，你可以不记啦。重调是这个啦，这个啦，关键是上面的，你不能说一起写答案，考试写1N2P，谁晓得你在写什么？关键是这个啦，好不好？这是词例，这是好帮忙好记啊，帮忙好记啊，不要考试呢就回答这个，这是没意义的东西啦，这是没意义的东西，帮助你记忆的东西而已啦，这是没意义啦，知道吗？啊。好，对我来讲有意义啦，我好记啦。好，现在讲 monolithic 哈，原本这边打 sequential，你给它改成 monolithic 哈，单片式的啊，单片式的。像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画在这边哦，这 Intel 做的哦，很厉害哦。啊，真的不能小看 Intel 哦，哪天用那个使命召唤 Call of Duty 叫 Alien 回来啊，或者叫那个什么派大星啊，不是啊，那变形金刚那个叫什么啦？派大国嘛？哎呀，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那个卡车那台机器人，叫他再回来啦啊，叫他再回来啊，叫他再回来啊，所以它是上 N 下 P 哈，上都是。你看它都 GAF 嘛，哈，上面都是 GAF，啊，下面也是 GAF，对不对？啊，那不管上 N 下 P，那这个变成 NP 互变了，然后结构都固定了，就是 GAF，对不对？啊，因为同一道制程就是这样子啦，你不可能上面再故意做分费啊，吃饱撑着啊，啊，因为你 super lattice 长完，你就把那个分开做这样子，把它分开做，那你用那个细则这样子去。你这个用收最连接，你也让它变 N，让它变 P 这样子，哦，所以这是一样，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一样是用 super lattice 来做成 silicon 的薄片，啊、自己写一下啊、这个方法也是用 super lattice 的方法，啊、super lattice 的方法做成 silicon 的薄片，啊、洗 silicon 的薄片，啊、silicon 的薄片。好，这种不管怎么样，你要怎么乱放随便你，你要 N 在。你要 PN、NP、NPPN 随便你啊，你这边的话啊，重点就是海鸥图要对称。你看我比这海鸥图已经几线啦，你考试再不会写，你看这怎么办啦？都已经举了5遍，举到这50间了，都已经举快10遍了。那你考试还不会写，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在上课嘛？大家到清大头脑都 EQ 都够了。啊，IQ 都够了啦，啊，EQ 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哦，EQ 在哪里？我们自己再想看看，然后 EQ 在哪里？啊，好，那个荣誉心、责任感在哪里？啊，自己去找，研究生要自己建立起来啊，啊，不能跟王力宏一样叫他爸爸妈妈出来啊，知道吗？啊，好，OK，这叫 monolithic 单实化的哈。很实化的哈，所以你看哈，看这边哈，它在下面就是 CP 嘛，你也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来嘛。那 C 啊这个细级啊细级，这个细级下面就是什么？细级就是 P 嘛，啊 CP 呢就是什么？就是 N 嘛，对不对？这一定要很有 sense 哦，这边还听不懂，真的很不 OK 哦，很不 OK 哦，啊，我就送你王力宏 CD 哦，啊。很不 OK 哦。这个是王力宏 CD 二手现在很值钱嘞，含到900块了啊，这叫细级，所以这是 P，而且你看这边还有 P metal 嘛，对不对？然后 CP 这边有 N metal，所以你好，这个完全可以了解到哈，完全了解到上面就是 N，下面就是 P，上面是 N 费，下面是 P 费。那你说，哎，那某比例刚好不对啊，是没有错啦，没有错啦。可是反正你可以用 strain engineering 的方式啊，去调 mobility 啊，啊，或是你增加这个 narrow sheet 的这个数目也可以啊，都可以啊。哦，narrow sheet super lattice 你可以叠好几层啊，这边可以有2根，上面有3根也可以啊。所以 narrow sheet super lattice 就有个好处，你要分开几根是可以的，啊，分开几根是可以的。哦，分开几根是可以的。比如说像这个是盖4层楼，2层楼一个单位，2层楼一个单位，你也可以盖7层楼啊。哦，下面是4层楼一个单位这样卖，上面是3层楼一个单位这样卖啊。哦，知道吗？哦，就是很像那个大楼嘛。哦，哦，很像那个大楼哦。哦
啊，这时候要提王力宏例子，那个他的大楼也好，吴江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有没有？啊，很像 Nano Sheet 有没有？啊，你可以下面4楼啊，上面3楼啊，只要这2个个别卖了这个电流对称就好了，这样懂吗？啊，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图蛮浅显易懂的哈。都早期是不是28以前是 planar 对不对 ？N 跟 P 分别做 ，N 跟 P 分别做。那接下来是 FinFET 对不对 ？N 跟 P 也分别做 ，N 跟 P 也分别做。那都是 monolithic 的啦，这都是 monolithic 单片化的啊，单片式的 monolithic 的。那这个呢啊，就是说一样哈，这也是 narrow sheet 啦，改一下哈。那个 Intel 就是哈，因为他是自诩为那个老大嘛，他就不叫 Nano Sheet， 三星叫 Nano Sheet 他就不爽，他就不爽像那个我们都叫飞飞，他叫 Tri-Gate， 就一样的道理，他叫 Nano Ribbon，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 Nano Ribbon， 不管他，反正就是 Nano Sheet 这个，我们不要理他，我们以现在大家公认的名字，这个就是 Nano Sheet， 那这也是单片化的，是 NP 是分开的 ，NP 是分开的。这不是吸肺，这个最后这一个，这边打星星，这个才是吸肺。那么看到面积变一半，面积变一半，面积变一半，有没有看见？面积变一半，那这个是什么？1P 2N 嘛，一楼是什么？一楼，一楼，它4层卖1楼嘛，对不对？4层那个豪宅4层1到4楼算一个单位，对不对？你看有钱人都买好几间呢，4楼是一个单位比如姓王上面又4楼比如姓陈，对不对？不是下面4层楼那个姓 P 叫 P 先生P 先生买4楼上面叫 N 小姐，她还买4个单位那是叠起来的，是叠起来，所以它这样大楼是比这种公寓还要更那个节省空间，是不是是不是好，这个中文就自己看，然后讲到我用那个很浅显易懂小朋友话，比这个中文还要厉害哦。你要念书要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去精准的描述，这才是这才是最厉害的境界。你要讲唠一些文言文唠一些专有名词那都太 low 了。你有去听诺贝尔奖大师的演讲，或者是那种某个领域大师的演讲，你可以发现他可以把很抽象观念浅显易懂，让你听得一目了然让你变成怎么感受到他的那个学术的能力，或者说他的那个思想的功力，那文化的功力很厉害很厉害这个要学，大家都要学，不是说我也很厉害，我说大家都要学习这个沟通的这一条论述的能力这很厉害这很厉害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比较强调这个细节的制成那这个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啦，我们也不要学到这么细的啦，好不好？不要学到这边，不要学到那么细，要知道大概。考试我会给你图，你就比如说看图说故事就好了知道那个范围在哪里，看图说故事就好了，好不好那你看这个就是Spacer H， 它有点跳啦，它没有像那个之前那个IBM 的 Nano 2奈米那边讲这么好，那边有点跳，为什么？Intel 有点怕到了那有时候他现在有所保留了，他这边步骤有点跳，所以这个拿来考不太方便不太方便不太方便那你看他这边现在这边只要做 source drain 的 engineering 你怎么办？怎么在单片化 monolithic 做成下面是那个 P， 上面是 N 它是你看就是在这个 source drain 的 engineering 这边要下很大的苦功。怎么做呢？他就示意图画给你看，其实很难，我坦白说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其实也还好嘛，反正就是8到10年后才会量产它就慢慢嘛这个演讲我有去听到了，疫情前是几年？2020还2019？这个在 IDM 我应该是听到这一场啦，我应该是听到2019这一场啦
IDN 是我们这个领域的旗舰会议了。我每年都会去旧金山呐。哦，你看后面有旧金山，哦，去旧金山好几次了，每次飞机都飞得要死，好累。哦，我都会去啦，我都会去。那就是我有听到啊，有听到，我就觉得，啊，听到也是很心酸的，听到做不到，我们在学术单位很难做啊，这很难做了啊。哦，很难做啊，每一步步惊心啊，步步惊心啊，很难做了。像我们学术单位就没有这个 AP 的，没有这个 AP 的机台，没有光这个 AP 的机台，你怎么做上下的那个收卷的这个堆叠的收卷啊？static narrow sheet static narrow sheet 啊。如果吸费要严格来讲，就 static narrow sheet 的吸费啦，堆叠纳米薄片的吸费，这样比较完整，才不会跟原本的 CMOS inverter 搞混，叫 static。好，我们要讲叫 static narrow sheet 吸费 ，static narrow sheet 吸费，要这样讲，这三个字合起来，这才比较完整。static narrow sheet 吸费。你才知道确定就是这个结构哦，一个字都不要省，加安全 ，static narrow sheet 吸费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是做什么？这边做 high K middle gate 了哈，这边讲做 high K middle gate， 做这边讲 high K middle gate， 先做收卷，再做 high K middle gate， high K middle gate， 那 high K middle gate 它有各自的 high K middle gate， 这很厉害哦。他们最早 iMac 在2017上是同一个 metal gate， 同一个 metal gate 有一个问题啊，临界电压不会对称，海鸥图不会对称，然后会跑来跑去，会 shift， 对不对？那你要个别的 N 费要 N metal，P 费要 P metal， 有没有？这边都有啊。N metal、P metal， 那现在什么材料不跟你讲哦？不跟你讲哦，以前都会跟你讲哦，以前会跟你讲哦，现在不跟你讲，就秀一个 TN 图哦，就是秀一个 TN 图，好像那个这个娃娃很可爱啊，这个娃娃很可爱啊，就秀个 TN 图，我有能力做哦，我有能力做哦，哎，好。所以它的 metal 不是同样的哦，你看可以再强调一次，它 P 费用 P metal，N 费用 N metal，OK OK 然后最后面当然也是要做汤森斯利塞汤森斯利塞。那现在 gate 就同时用一个了啦，gate 的 content 就是用汤森斯利塞汤森斯利塞讲错了，不是斯利塞，就汤森啊，汤森用汤森，用汤森去做那个 content 嘛汤森去做 N0这个是 N0 对用汤森去做 N0这样子，好。然后最后面它秀个电信的结果它在0.05伏之下就是说你看它已经可以做到很完美的海鸥图了，它还可以调临界电压，它代表你看它临界电压350嘛，对不对？它代表它的假设它最低值是0，最高值可以调到350，那都可以。所以它可以做什么？它意思是跟你讲，我可以做 high performance， 我可以做 standard power， 可以做 ultra low power， 他都跟你讲，这个图就跟你讲，我行，海鸥图我都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技术 monolithic static narrow sheet 吸费对我来讲，我做得出来了，这1奈米等效1奈米的我做得出来了，我做得出来。那强调为什么是等效1奈米这样是 IBM 说它是2奈米，对不对 ？IBM 说它是2奈米。然后我们把它2个立起来，不是再少一半吗？是不是等效1奈米？这样懂了吗？我做得出来我做得出来吸费吸费等效是1奈米我做得出来，海鸥图做出来了 ，inverter 也做出来了 ，inverter 也做出来了，inverter 也做出来了 ，inverter 不同电压之下的 inverter 也做出来了也做出来了，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OK
那 LG 是比较大一点的哈。当然啦，发表论文他们故意说啊，我可能就是他们就会说，这好像我有听到，他这个时候技术还不成熟，就20啊，搞不好20都做出，搞不好 LG20都已经做好在研发实验室，他不秀啊，他干嘛秀？哦，秀出来，他说220做出来这样，问题220做这样，你量产你也比不过 N5啊，对不对？L220怎么可能量产？220呢？220是0.22 micron 哎，220呢？啊，他意思说我 大 L 我没有问题，那小 L，比如说你要跟 IBM 拼的话，你 LG 要12奈米哦，他现在做220哦，然后再记住哦，你再回到前面 IBM，它是做12奈米哦，LG 是12哦，这是220哦，哦，他跟你讲啊，LG 20，那大家就会什么？啊，这个有没有视若轻敌啦？成语叫视若轻敌啊，我只能做这样嘛。虽然我这个技术很厉害啊，大家也可以学着试看看，可是我只能做到220。那你怎么知道我 LG 等于10，在我实验室已经在开发，已经开完成了？这样懂吗？所以参加会议论文，这个大公司的会议论文要小心看，这都要有经验的啊，不是说看到哦，我这个220照拍做成这样就可以了。问你做成这样，你效能还是很差啊。LG 220效能有什么好？你只有赚到面积，你没有赚到其他效能啊。没有效能没有啊，频率1 Giga，那能干嘛？啊，LG 220，那台积电已经可以塞110颗电晶体，这个只能塞这个能塞五亿颗哎，五亿颗哎，啊，5亿颗大概是最早一代 iPhone 4S 的等级啊，用这个技术做出 iPhone 4S，谁要买啊？对不对？啊，所以会议论文哦要小心，啊要小心啊，要参考，要带一点质疑的心态，评判的评判的角度去看，不是说不能参考，要参考，但是要带一点评判的那个角度去看。那你说什么评判角度？老师，你说我怎么听不懂啊？这就是功利啦，就要你要大量阅读、大量学习啊，大量做实验呐，你才知道啊。或者说直接要有指导教授带呀，然后就去问专家啊，对不对？啊，好不好？要有时间呐，要有时间呐，啊。好，那今年呢又来一个，你看这是要逼死谁啊？这是 Intel 这个 IBM 是要逼死谁啊？啊，反正那个三星不行，就赶快呼叫 Intel 啦，联盟这样子啦Intel 可能很多科学家啦，你说 Intel 很多麻省理工啊，很多那种东岸，Intel 大本营在纽约州嘛。那纽约州有多少好大学啊？纽约大学、洛克菲勒大学。那再往南，那个马赛诸塞州有 MIT，有波士顿，有 MIT，有哈佛，东岸这些常春藤名校，斯坦福，普林斯顿，对不对？有那些超级恐怖的约翰霍普金斯那些乔治亚理工这些好恐怖的学校，他们习惯在东岸，不想去西岸啊。不喜欢西岸那个很低俗的嬉皮文化或者阿米狗的那种西班牙文化啦，他们会留在东岸，所以那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啊，也是很多很厉害的人尤其制药业，大部分制药业都在东岸，生医的都在东岸，那相对理工也有一部分非常厉害顶尖的天才当然也不光是美国了，全世界各地人留在东岸去留学，MIT 的够呛了吧？MIT 理工科第一名呢，对不对？留在 MIT 他不喜欢写程式，总不能去 Google 吧？那就去 IBM 呐，那就会去 IBM 呐，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写程式啊，他喜欢挑战这个物理极限啊，所以他会去 IBM 啊，所以不可以小看啊，不能小看啊。在听演讲、在听课的人，你能力有比 IBM 的不毕业的博士厉害了，你自己心里有数了。不过我们的台湾之光那个台湾女儿之光 AMD 苏凤芝，她就是 MIT 的电机博士，AMD 现在的总裁苏凤芝就是 MIT 的电机博士，自己上网查好不好？自己上网查好不好？好。
所以 IBM 还是蛮厉害的吧？哦，虽然说量产能力比较差，那三星我们也希望它不要那么强啦，好不好？我们呢不要那么强，哦，还是落后我们一代两代比较好一点啦。哦，我们台积电也很厉害，台积电不是不厉害，它不发表。我再强调一次，我这边没有说不是说我每次都拿三星 IBM 好像在媚外不尊敬我们台积电，不是，是我们台积电不发表。我讲过了，他是有一点要发，到底我要发真的，还是要发真枪实弹，还是要发烟雾弹的？他也是很挣扎啊，是不是？你是台积电的高层，你是台积电研发的工程师，你是台积电的 RD， 你要比如说，我想发这个论文，可是你想发那比如说研发的处长、研发副总，他会头痛吗？啊，你发出去，那这个不是给三星知道我们良率为什么好的关键的吗？那这样不是害我们公司赚不到钱吗？那个其他的公司不就去台积电，就是台积电去三星下单了嘛，对不对？你想看看嘛，这很合理的想，这很合情合理的想法嘛，一定会往这边想啊，是不是？哦不是说我也不是说我都是拿三星跟 IBM 的，我这边讲给大家听清楚，好不好？不要是说，老师很多人都误会，就是说，老师你怎么都媚外啊，都不讲我们台积电发表的东西。我再强调一次，台积电不发表啦，他哪发表我一定用台积电的讲啊，他就是不发表 ，OK， 他就是不发表，好，未来 N1 以下的节点就是有垂直式的，它叫 VT FET VT FET 就是垂直的transport 的它也是场效电晶体这个 T 我知道有人可能可能有人接触过穿隧式电晶体 tunneling， 这个不是这还是场效电晶体这个还是场效电晶体，用电场来控制的电晶体，不是穿隧电晶体不是穿隧电晶体这边给那个有在之前有读过穿隧电晶体的同学跟你提醒一下这不是穿隧电晶体，这还是传统的那个序。那这个又来了，又这个变来变去的，有没有？飞飞说越高越只会倒干脆就跟它倒变成水平的。那这个干脆怎么讲？干脆做我不要让它倒，那我电流走垂直了嘛，对不对？飞飞还是走水平我电流走垂直所以叫 vertical FET。那走垂直的话你从往上看它的 cell size 是比较小的cell size 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可以盖高嘛，这很像那个 3D NAND 的概念3D NAND 你虽然是比那个二维微缩的还要大颗，可是面积从上往下看鸟瞰图是比较大颗，可是它196层对不对？那你 2D 的就一层对不对？你一层比较小，我大楼豪宅吴江盖196层对不对？我台北101虽然我一个地基面积没有那个乡下透天那个1万坪的那个大农庄很大，可是我有101层你想怎样？对不对？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嘛，对不对？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嘛，对不对？做垂直式的我可以有效降低短通道效应，因为它是做 GAA 嘛，它还是做 GAA 嘛，它还是做 GAA， 然后可以降低85%的能耗啦这参考看看真的有这么好吗？这个 business paper 这个只有这个去参加会议的那些科技记者流出来 ，IBM 自己官网流出来的，那干他技术资料才知道啦我不觉得它可以降低到85%的功耗这个结构为什么可以降低比较高的功耗？我是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太出来他不知道怎么等效就算了，我不知道但这是确实可以做比较小，因为做垂直的啦，它是做垂直的垂直的，它做 GAA 嘛GAA 做垂直的。那你垂直的话你这个 LG 就不用做到12这么极限的嘛，可以做到20可以做到20，因为你从上面往下看它占的面积还是一样那你就不会可能是这个啦，你 LG 可以放宽到20，那可能它可以等一下有12 LG 等于12的 performance，但是它元件它
实际上是比较大颗，可是我们是看从晶片，我们是看所谓的 footprint 哦，就是足迹图或者说鸟瞰图，我们从上往下看，它还是比较小颗的。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开一个侦察机在那个台北飞，你从101看下去，你如果不你没有办法看到垂直，没有看到水底，你只看到陆地，它101是不是占很小的面积？那你再飞到国务纪念馆，哇靠，国务纪念馆这么大一个，哇这个里面可以容纳这个最大的这个可能容纳最多人，错，101才容纳最多人啊，对不对？好，哦，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好，这面是从后面拉上来的哈，未来1奈米以后会有很多新的很可怕、很奇怪的技术，现在都有人在提出来，有人在做了啊，这很热门哦。很热门哦，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是教这一区啊，是跟就 Fear Effect 的啦，啊，传统跟控制电荷的，这是 FET 啦，这个就是 FET 啦，啊，好，这个就是 FET， 我看见我们就是教 FET 啊 ，Fear Effect Transistor， 我们就是教 FET only， 记一下，我们教 FET only， 因为量产到1奈米都是 FET only， 这也是 FET 呀，这也是 FET 呀，有没有看到？Fear Effect Transistor 啊，这也是 FET 啊，这也是 FET 啊，这个也是 FET 啊，吸肺，你看 FET 在后面哎，吸肺也是 FET 啊，吸肺也是 FET 啊，那如果不用 FET 的话，如果摩尔定律1奈米结束以后，会有什么可行的这些的替代的可行的候选人要去接棒这个1奈米以后呢，那有可能是tunnel 费啊，或者说 MOT 费啊，这个 NC 费啊，NC 费啊，负电容电晶体啊，二维材料，目前大家比较看好二维材料了啊。那这边我不考，你给你们有个观念就好。这以后你们修课自己去找相关课的修，比如低维度的半导体啊，或先进的半导体啊，先进半导体再来这个，你看量子计算量子计算，还有什么 spin 的，还有什么磁的自旋电子的自旋电子逻辑啊 ，spin 的 spin FET 啊还有用什么量子的物质波的所以量子电脑现在IBM 跟 Google 都做出来了，那现在还在就是说怎么讲？测试版它开放给学术单位或一些公司去使用，那还没有商业版，可是我觉得蛮快的，测试版都有了，我觉得商业版蛮快，那可以想特斯拉，这前几年还是很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个玩具，对不对？所以会装个轮子 iPhone 而已，就现在已经量产了，对不对？已经量产，特斯拉马克思都变首富嘛，马斯克穆斯克的他英文叫穆斯克。他变首富了，对不对？他今年要缴多少？他要缴3000亿台币的税给100亿美金，110亿的美金的税给美国政府，是美国历史有史以来缴最多所得税的人还是乖乖缴税啦。虽然我觉得这样才正派啦，应该的啦。真的赚那么多钱，你就要按照规规矩矩的缴税。那很多富豪都很会逃漏税，他没有，他在 Twitter 上就说我认真缴税，应该的啦，3000亿，他赚那么多，对不对？顶多不到他的1/20、1/50缴3000亿，吓死了，好可怕！缴一台航母出来 ，Oh my god， 好可怕这美国这个太可怕，这个国家太可怕这个资源太丰富了，真的很可怕那个享受。一次大战、2次大战这些的福利这样子，大家都是我赢者全拿 ，winner take all 你看美国 take all， 你看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个不讲了就这样天气很好，现在天气很好，这个背景天气很好。好，那再来那个3维一直封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方向了那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也不是我们微电子的课程的范畴了那这个你们再去找相关的课程去修了那也是另外一个方向在50-5050还是在这边
做到1奈米甚至1奈米以下，那50%呢就是做三维封